们来认识 U15右上方这一排工具列跟左边这个工具列的功能。我们先认识右边的哦。那这个是我们的形变功能，这是选取、移动、旋转、缩放。那我们在使用 Maya 也会有用到这个观念哦，在基本物件的编辑都会用到形变工具的使用。形变工具就是移动、旋转、缩放，它的操作可以让整个物件做变形，位置的改变啊，形状改变啊，角度啊，大小啊，这个叫做形变工具。那移动、旋转、缩放，那这三个工具常用做法跟 Maya 一样，没有学过的也记一下WER。好，那我们看一下WER，你看这里 WER 就是这三个切换。那这个是选取选取这样选取。那选取的快捷键按一下，你靠近它，它有没有快捷键？有，跟 Maya 一样 Q 所以是 QWER。所以这个常用，所以要记快捷键。那这里的操作方式跟 Maya 一样，你有学过 3D 的就应该清楚。没学过，你可能要适应一下。拉箭头可以限制某一个方向的位移移动。那你拉起来，如果觉得很重的话，那代表你的显卡跟记忆体可能不太够，因为它对电脑的资源负担会比较重一点所以这个是正常的。那这个电脑好的话，那移动起来就会很顺畅。那这个是旋转。转你要的角度。那如果你要比较明显的话，你可以来移动像椅子这个东西，或是那个粒子效果这一个我现在来移动这个椅子。好 ，F 可以看到它 ，F 聚焦那你可以用 Maya 的操控来移动也可以。好，这样是移动。那旋转的话，就可以拉不同的方向，会有角度上的改变。那你在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一个有个-10、-20，有没有？好，这个是限制角度。那限制角度是这个按钮有亮蓝色，就代表功能有启用，这样是关闭，这样是打开。那右边写10度，就是代表我在转动是限制10度。那这边可以改你要的角度。那我们看一下，我现在有限制角度那现在这样动，10度、20度，那改了多少？这边会有记录。好，所以这边再对照就好了。这个限制角度，如果不开的话，那我去转动，你看一下转动的角度有小数点的。好 ，Ctrl+Z 还原。好，那这个是限制角度这个是位置移动的距离。你看一下，我现在位移我现在位移，我现在这样移动，移动的距离它不会跳出来但是在移动之前，我们看一下，待会我要往 Y 走，所以 Y 走现在是-100那我现在往 Y 走方面动一格，好，110了。再来，我再向右动一格，120了。所以这是位置的限制，每10个单位固定一个单位移动。Unreal 单位是公分，所以你向右拉就是移动10公分你如果觉得太快，它就移动5公分，所以这样移就5公分，这样可以让你在布置场景的时候很容易对准那有空你可以试看看，用这个建筑物件，它每个物件都会有公分你看这个是几公分这你看它档名有写这个缩图缩放是 Ctrl 加滚动中键滚轮这是400乘200的墙，这是400乘300的墙，这个有挖洞的然后是400乘300的墙，你可以把它抓出来布置你的场景。那你如果善用锁定角度跟位置距离，你很容易对到该有的那个位置，而且会吸附的很准所以这个是这个的好处所以有需要再打开。那你如果觉得每次这样搬动都会把你锁住碍手碍脚，关闭就好了所以这是开启位移的锁定解除。好，然后这个是缩放，缩放我一样用这个椅子来做示范这个场景有点重，所以我用简单的就是小场景。那这个要不要存？我不存。好，那我用这个来说明好，那这个缩放是这样拉这里是等比例，这样拉它是缩小的。我现在还原，它现在的比例是1:1，就代表1:1。那我现在拉这里，我现在拉这里。好，它放大所以放大 1.5 倍，所以这样是等比例，每次放大 0.25 倍。那我可以让它说，每次帮我放大10倍，所以我这样一拉，我这样一拉就是10看你是往上拉还是往下拉，现在马上就变-10，这样好，还原。好，这样太多了，比较夸张，不是这个，是这个那每次放大1倍，所以我这样拉1倍、2倍，所以是3。3倍。好 ，Ctrl+Z 还原。好，这个是倍数，这样。好，然后再来这个是摄影机的移动速度。你看一下，我现在 WASD， 它飞的速度是这样。好，那这个会取决于你那个在按 WASD 的速度。场景很大的话，你要
走到很远的地方要很久，所以我们就要把移动速度加快。所以这个想象一下，这就是譬如说这是走路的速度。那如果觉得走太快，我把它降下来哈。好，33，我现在就是慢慢走，慢慢走。好，然后再你如果觉得太快，再慢一点。好，譬如说老贝贝走路更慢，因为他行动不便。但是我们可以微调，可以看到很细节的东西，这是移动的速度。那正常是1倍，大概是走路的速度。哦，走路的速度。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场景非常大，你要从这里跑到10公里外那里，要走很久那个已经要等个10分钟，我们就把摄影机速度加快。譬如说3倍，3倍可能用跑步的，可能用跑步会变很快哦，这个当然你要感受一下。然后8倍可能就是骑摩托车，那16倍可能开车，32倍可能坐飞机，这是4部场景飞的速度。好，所以这个你自己调整。那正常我们都是1，然后再来这视窗变4格，它可以像3D 一样会有后视、右视、上视。如果你这边想改上视，就选择 Tab， 这边习惯改右边，你就选 Right， 这边习惯改透视，你就 Perspective。好，那这边我习惯改前面，你就 Front， 这个就可以改成比如说你习惯 Maya、习惯 Blender 的方式，你就自己摆。那这里要最大化就点这里，最大化，这个是还原4格，这个最大化，这个还原4格。那如果你是笔电的话，这个符号可能会看不见，因为萤幕解析度的关系，所以这个可能要拉一下，拉这里，拉一下，这样你才看得到这一颗哦。OK 所以这个是视窗变4格跟变1格。OK， 好，那这就是我们4步的检视选取移动旋转缩放要记快捷键 WER Q W E R， 然后再来这几个可能稍微注意一下譬如说移动的话呢，这个就是物件坐标，因为这个椅子是歪的，所以它会以歪的方向为方向这个是世界坐标，就以左下角这个世界为主，这样子好，那这个是要不要贴附到曲线，这个比较细节，后面有讲到我们再来看。以上就是这边4步控制的功能。那左边就是我们的各种功能的选单，我先把它最大化。好，各种功能的选单有讲到要记像 G 可以关闭游戏物件，这个要记。还有 F11 可以把它变全萤幕，这叫沉浸式全萤幕那 ESC ESC 是离开游戏，你要离开沉浸式要按 F11 就会离开。好，所以这个有讲到，我们再来记咯那这个是4步的切换，然后这是灯光的切换方式这是显示各种物件，还有要不要即时如果你选得太慢，萤幕跑得太慢的话，你就不要即时好，那各种物件的显示然后透视图等等所以在我们4步左上跟右上这2个都是控制整个4步的检视，然后搭配 WASD 加按住滑鼠右键，可以很快让我们做一些简单场景的一个导览控制那该记的快捷键也建议各位记录下来。然后这边都是游戏的物件这游戏的物件，所以透过这个 G 可以把它关闭把游戏物件关掉，我们真的在玩游戏也不会看到它G 就是 game 游戏所以可以做一些显示切换开关。好，那以上就是 Unreal 4步工具列的使用。